好，来看看今天我狼是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恐龙快打2代啊。其实他妈的跟2代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所谓的恐龙快打2代，就是恐龙快打1代的改版。怎么个改版法呢？啊，我这么一说，大家伙就知道了。就是这个改版呢，就是无限枪，就是小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无限枪的版本啊？这个所谓的无限枪的版本呢，就是你比如说吃这个金币，咱们就是无敌的。你吃上那个金币的话呢，咱们就是有这个无敌效果判定。然后这个枪呢，你可以看到拿到这个乌兹的枪是20发。它这个跟天王版不一样，天王版呢是所有的枪都是20发啊，也就是说都是无限枪。这个版本呢并不是这样的，而且这个版本也没有那么多的啊。好，可以看到一个雷直接一炸，这里面说是无限枪啊，但是咱们还是用这个所谓的速通玩法，普通攻击比这个枪要狠。尤其是第一关的 BOSS 啊，根本就不需要拿枪突突的就完事儿。然后咱们现在呢，应该已经是40暴击了。GD 大神啊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这个 GD 大神呢，他牛就牛在哪儿呢？就是他能用自己这个高超的技术打出你用外挂都打不出的效果。那当然，你的外挂特别强力，比如说对吧？就是比如说你所有的小兵一下都死，然后你无敌。那比不了啊，那比不了。但是如果说是你像这种，比如你说他40暴击，而且在打 BOSS 和小兵的过程当中呢，频繁用到了血杀和非常风骚的走位，所以说呢，他就你保证自己是这个最快速度。这个视频呢用了17分钟47秒啊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反正是不到18分钟。跟正版的比呢，其实它这个玩法跟正版的比呢，差不多时间。正版也是打进了18分钟啊，而这个版本呢，无限枪你们也看到啊，并不是那么有用啊。你们看不看到？其实无限枪用处并不是特别大。咱们这个40暴击啊，这个根本跟无限枪没有关系。但这个版本很多人说，那要是对菜鸟来说，这个版本是不是很简单了呢？但是这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对于菜鸟来说啊，我觉得原版呢稍微的简单一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并不是所有的枪都是无限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给你了无限枪，有的地方你也过不去啊，有的时候会出现失误，比如说挨打。还有第3点啊，第3点这个是最狠的。第3点呢，就是说，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说它这个怪物的攻击力啊特别高，攻击欲望呢倒不能说强吧，只能说你困难难度的话。他打你连招2下就能给你 A 成空管，所以这个版本呢，你要真的说是想要速通啊，这个就无所谓，反正也不挨揍嘛，全程就是40暴击。但如果说你想要玩啊，你想要一命通关，我建议玩正版。这个2代啊，确实有点难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一套招，这 BOSS 就没血了，血杀1点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之后呢，马上血杀。2套招就能秒这个 BOSS， 我还用无限枪干嘛呀？跟无限枪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啊！好，感谢刚才我们的老牛哥一手大金卡，然后该报道的就知道了，收到啊！这个今天晚上的街机系列呢，也是正常该做啊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，很多人说，他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是无敌的呢？除了血杀之后有那么1秒钟的无敌时间，还有一个非常赖的地方，就是他投技摔的时候呢，也是有0.7秒啊。这是我瞎掰的啊，兄弟们，是我瞎掰的。什么叫瞎掰的呢？其实就是我瞎猜的啊，按照我的理解。但是系统性的多长时间我也不太清楚啊，这个你们知道了就好，这都小事儿。好了啊，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枪呢，应该是没有无限的。你看，它只要是原发的子弹，比如说乌兹或者 M16A1 啊，它的这个子弹的话应该20发，只有20发的才是无限枪。啊，只有20发的才是无限枪，不是20发的就再见，对吧？就是比如说像这个6发的，还有那个 RPG 4发的，还有就是这个手枪好像也是6发的吧？然后猎枪啊这种，好，跳过来一炸，直接把所有的胖子全部炸死。我们可以看到不捡枪，那个乌兹也不用捡啊。这关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不用无限子弹啊，无限子弹的用处，哎，你看这是无限子弹了，兄弟们，这个20发。然后直接就是血杀，这个无限枪这个猎枪啊根本不需要，捡起来呢只是为了卡那么一手啊。好，再扣，再打3套，应该是没问题啊，2套就死。哎呀，这一下起飞了，再血杀1点，血杀取消，然后再前1、2一扣直接摔死。
这个地方呢，个人感觉他运气不是很好啊，否则会节约5秒钟的时间，大概5秒钟的时间啊。主播在哪儿穿这么多？今天还算是比较冷，前两天热呢，但是屋里面的这个比较冷，所以说我穿的多。这2天呢，外面热，外面冷，屋里呢倒没那么冷。不过我还因为外面冷嘛，所以说我还是要穿这些的啊。确实这个意思。好，你看这卡住兵一个炸，直接把所有的人全炸碎乎了啊，全都炸碎乎了。昨天灰 K 大战高手几比几？昨天灰 K 大战高手，这么说吧，让唐小鸭揍了，然后后面的人都没上去。好，一个扣，好的。再来，这不是无限枪，这个枪的名字啊就叫枪，但是呢，按理这么一看，它应该是一个左轮手枪，而且它这个左轮手枪看起来特别像什么呢？这个左轮手枪特别像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M1917 美国制史密斯维森，对吧？就是那个啊。然后这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 M16A1 啊，这不是无限枪啊，它只要是40多发的啊，不是20发的，全都是扯犊子啊，全都是不是无限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游戏也没有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其实这个 M16啊，或者说沙撸子枪，这个无限的确实是比较赖。好，先突突它。这里面呢，这个 boss 呢，咱们用枪突突还是比较好，因为这个 boss 呢，一会儿还会变身，直接突突死。起身可以压制一套普通攻击啊，压制一套这个普通攻击。这是马云啊，你看到了啊，这绝对是马云。好，看看，1、2再摔，好。那个小兵为什么踢咱们不费血啊？这个小兵踢咱们为什么不费血？这就是刚才我跟大家伙说的那个，就是投技的时候咱们是无敌的啊，所以说是这个路子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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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。这个这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，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箱子啊，你就是好像得打好多下才能给那个箱子打碎，那个箱子怎么打它也碎不了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这个版本有这个设定。好，一会儿是这样式的，真听唠嗑就得是正常的解说。如果要是真是那个游戏的内容就是速通，对吧？就是速通。如果要是说想听吹牛逼，就点是摊分，对吧？你就点是摊分，一手3小时的摊分，你玩吧，你想吧，你细想。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诸葛亮的这个平台摊分记录，来自于以前的大神安世雅刚回来的。那个摊分的话是2个小时50多分钟。对吧？你来吧，你看谁行？你看谁行？谁不好使啊？我狼二哥是什么鬼？好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相守歌。好，再摔，回身，前天跳 C， 然后再找。今天没有比赛了啊！今天你看，只有我。对吧？只有我才那个什么的，因为这个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发现啊，就是说这个其他的高手昨天好像都吃饱了。你像很多人说，狼，你昨天你不也吃饱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只不过是这个回了回血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跟他们比不了，他们一个个的，对吧？5、7、8千的啊，这个比不了啊。好，直接摔，这是3 boss 啊。他这个幼体要不要杀幼？我们看一下，杀幼，好的，血杀40炮杀幼啊，好，一顿歇一麦根儿，提前练啊，好，他是一直无限晕的路子啊，这个幼体，很多人说杀幼到底是杀幼还是快还是什么快啊？如果是 TAS 的话啊，就不知道哈，你看把幼体杀死了，这个幼体像外星生物啊，看不看见？有点像虽然说也不是抱脸虫，但是就有点像。这个杀幼的话呢，我个人感觉呢，其实我记得有人用 TAS 做过一个测试，
好像沙柚和正常打的速度差不多啊，好像是差不多啊。用 TAS 表演，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法说啊。GD 大神呢就是沙柚的玩法啊，这个沙柚就是这个路子。No， 好，感谢我狼二哥一手大金卡。好，前手，再摔。今天晚上肯定是会所嫩模，我都不用想。昨天这帮人，可这必须的啊，该说不说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再突突，这是这个也不是无限枪子的，无限枪的。这个版本小的时候我们都管它叫无限枪版本，其实呢，只是有的枪特定的枪是无限的，没有任何的意义啊。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你说是无限枪，它也不是无限的呀，多嘚儿啊，对不对？哒哒啦哒哒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，这小曲儿是嗨啊！啊，17哥也来了。那个我们昨天那个陈志爸爸啊，刚才给我发微信说，哎，狼你怎么没来播？我说我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回来。他说我去吃夜宵，一会儿再来啊，你懂的啊。我昨天吃得饱吗？对于一个解说，看起来好像我吃饱了，但是其实呢，我只不过是解说界的霸主（括弧还是解说），就好比就是我好像是乞丐中的霸主（括弧还是乞丐啊）。不过呢啊，如果天天像昨天那个样子，我说句实话，我这小狼传媒都上天了，我干啥呢啊？每天都像昨天那个样子，我真的直接就起飞。啊，我是真吃饱了啊！你像昨天他们虽然说比我狼吃的饱，昨天比我狼吃的饱啊，一个600对吧？什么1200啊1800的，但是呢，你像我对吧？我这边我靠，飞进巴黎也就是1000块钱啊，多哇！酒肯定是喝饱了，昨天喝了六瓶酒，回家都晃了。对吧？昨天回家都晃了啊！好，直接锤死。这些大神现在是不是恐龙第一人？在速通方面上他是第一人，在实战摊分上他也是第一人，但是在其他版本就不知道了。比如说各种什么斗神呐、什么这个因为它更新版本嘛，什么斗神、魔神、勇士，还有竞技啊竞赛版什么之类的。像这些可能还有其他的高手，但是呢，人脑速通和人脑摊分，这类大神永远是原版的大神啊，原版的大神啊，就应该是排名 No.1 啊，没有其他的。但如果说是这个其他版本啊，这个另说啊，这个另说。好，该不吃血的地方都不吃，把所有怪都聚一起打的路子啊。Yes way， 好，双生化忍者，我们小时候管这个叫双生化忍者，这个生化龙，后背你看基柱这边有突刺，它这个灵感可能就来源于那种就是那种怪物啊，然后把人变异了之后呢，就后面那个基柱都是骨头都伸出来了啊。我说哪些作品里面有这个设定来着？进击的巨人里面有没有这个设定？我忘记了啊。好像还有很多啊，包括那个生化危机的那个 CG 版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里昂和爱大王什么的是吧？然后那个动画片里就有。好，再来起身压制就行啊，不要小看这个投技啊，这个投技是怎么投的？你看他拉住那个方向上，这一点特别逗啊，他不是说左右一直抓。比如说他在屏幕的最上方，他拉住上，他就是原地搁这原地踏步的感觉，然后就是这个路子。好的，可以看到啊，只过了对吧？只过了这么14分钟就来到了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的时间其实没有第7关长，不过也照样是很长的啊，差那么一点点。好，哇哦！不是他这个为什么还有配音？
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些迷幻配音，比如说这里面这个配音为什么是哇哦，然后那个还有拳皇97，拳皇97里面那个老头赢的时候，经常会发出一个声音，就是妈，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真的啊，你们试一试。而且还有就是那个板崎优利这个打人的时候，经常也会出现一个男生，一个男的声音。哦，哎，不是啊，就是有那种声音啊，咱也不知道，好像像观众喊出来的一样。卡没沉，我说刚才我让二哥的一首大金卡啊，你是没听见啊？绝对说了啊，没毛病。感谢我们的石佛哥3首大金卡支持我了，哎。好，原版能和 GD 切磋一下，现在不一样啊。现在原版的话也是17分钟40多秒，我记得好像17分钟48，我之前解说的。然后再就是摊分，他最开始能进18分钟都已经很难了啊，这个最开始进不了18分，现在都是能进18分了。16分钟48秒啊，那我记错了，是我记混了吗？太狠了啊！很久没坠机了，有点不习惯。你别闹了，哪有坠机啊？哪有坠机啊？这个哪有机啊？首先，对不对？好，谢麦哥。最后一关那个宋小宝啊，你看一下啊。好，不是魔神版和斗神版，关键他不是说第一个是谁打出来的，关键他是老更新啊，他老是更新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 ，GD 呢，他也没挑战那个什么，他没挑战那个天王版啊。天王版其实就是射击版，它主要是靠枪，对不对？跟这个就没关系了啊。夏天一般怎么减肥？就是多走，少吃多走呗，就是坚持是最主要的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是宋小龙。宋小龙打死之后呢，是变成双头龙啊，应该说是3头龙啊，一个宋头龙，一个宋小宝的头，两个大恐龙。关键是它变大的时候。它是能量这个质量守恒，它怎么守恒的？它到底这个肌肉什么是怎么来的呢？难道是从暗物质里面吸收过来的啊？好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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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双头龙啊！谢麦哥直接跳过来一个摔，直接打死秒掉了，相当于秒掉了啊！这个就是18分钟。啊，不是18分钟，17分钟啊，17分钟40多秒，就直接搞定，很快啊，对吧？这个麦斯不讲武德，偷袭我们的宋小龙，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不多说啊，这就是一个娱乐一下啊，因为这个恐龙快打2代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明改啊，一个破改版，跟恐龙快打2代没有任何关系。但是呢，小的时候我们都叫无限枪版，还挺难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我的收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